全球投资者正在抛弃中国市场。据统计，目前只有 10% 的全球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未来1年的表现。要知道，就在去年10月，这个数字还是 61%。短短3个月，信心崩塌到如此地步，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让我想起了2015年那场股灾。当时沪指从5178点一路暴跌到2850点，不少人还天真的以为这就是底了。结果呢，2024年初的沪指还在2900点附近晃悠，基本跟9年前一个水平。更惨的是，如果算上通货膨胀，这9年股民的实际亏损至少超过 40%。你们可能会问，既然股市表现这么烂，为什么之前还有这么多外资看好中国？说白了，他们是被中国政府的大饼给骗了。去年9月，中国政府放出了一大堆所谓的经济刺激信号，结果呢，高盛的首席策略师刘进金直接说了大实话，现在投资者把中国当成一个交易市场，看到利好就进来炒一把，赚到就跑。更可笑的是什么？就在政府画完大饼后，沪深300指数确实在2周内暴涨。但等投资者仔细一看，那些所谓的刺激政策，全是些连细节都没有的空头支票。什么推动地方债务重组、扩大融资规模，说白了就是在忽悠人。要不要看个更吓人的数据？去年全年，中国股市市值蒸发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整个越南的 GDP。而在同期，美股道琼斯指数创下历史新高。这种鲜明对比，不正说明了问题吗？有意思的是，中国政府现在急了，上周还发文要求共同基金和保险公司增持 A 股。但市场是什么反应？上证指数可怜巴巴的涨了 0.5% 就歇菜了。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托市，不是更让外资觉得好笑吗？更要命的是，人民币汇率已经逼近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低点。但中国央行现在也是进退两难的降息吧，怕加剧资本外流；不降息吧，又担心经济进一步下滑。正如多位国际投行分析师指出的那样，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无解的难题，想要同时实现稳定汇率、维持低利率、防止资本外流、推动经济复苏，这些目标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。说到底，为什么外资不愿意长期持有中国资产？市场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在中国市场，你永远猜不透哪个行业明天会被政府盯上。确实，看看过去几年被监管的教育、游戏、房地产行业，哪个不是血流成河？一纸政策下来，万亿市值就这么灰飞烟灭了。要我说，这一波外资撤离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在一个政策朝令夕改、市场监管任性妄为的环境下，谁还敢把真金白银放在这里赌明天？中国央行居然在1个月内往市场砸了170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新加坡的 GDP。但你猜怎么着？市场反应冷淡的让人尴尬。更讽刺的是什么？这17000亿投下去的主要目的，居然不是为了刺激经济，而是为了保卫人民币汇率。说白了，就是在用老百姓的钱来阻止有钱人把钱转移到国外。但问题是，你堵得住吗？让我给大家算个账：2023年，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8700亿美元。按理说，这么多外汇收入，外汇储备应该水涨船高才对。但事实呢？中国的外汇储备基本原地踏步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那些赚来的美元都被悄悄转移到国外去了。你要说民营企业家跑路，那还情有可原。但有个更可怕的现象是，连普通老百姓都在想方设法往外转移资产。2023年，中国居民境外消费和投资达到创纪录的2780亿美元，这个数字比2019年疫情前还高出32%。
更让人寒心的是什么？现在连最基本的医疗需求都开始节约了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药品进口总额只有245亿美元，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连20美元都不到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美国人均药品支出是中国的28倍，就连印度都是中国的3倍。政府现在连这点药品开支都想省，直接让老百姓改吃仿制药、中成药。这让我想起了大饥荒时期的一句名言：一切为了出口。当年能为了换外汇出口粮食而饿死几千万人，现在为了省外汇限制进口药品，不过是换了个方式再重复历史罢了。更可笑的是什么？就在限制药品进口的同时，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却在疯狂转移资产。据彭博社统计，2023年中国富人通过离岸信托、海外保险等方式转移的资金超过1500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种情况下，央行就像是在打一场必输的仗，一边要维持低利率支撑经济，一边又要防止资本外流。结果呢，人民币汇率继续承压，国债收益率创下历史新低，市场信心持续低迷。有专家说得好，当前的中国就像一个在下雨天补漏的房子，你堵住这个洞，那个洞又漏了。更糟的是，补漏的人似乎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，而是在想着怎么把自己的东西先转移到不漏雨的房子去。最近川普放了个大招，扬言要从2月1日起对中国商品征收10%关税。这让我想起了2018年那轮贸易战，当时多少人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不怕。结果呢，6年过去了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份额不升反降，从2017年的28.7%降到了2023年的26.4%。但这一次情况只会更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让我给大家算个明白账。中国现在的制造业顺差高达1.86万亿美元，听起来很厉害是不是？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中国有将近2亿人的就业在依赖外贸顺差。用数据说话，这个顺差相当于中国农民工平均年薪的2.3亿倍，规模以上企业员工平均年薪的1.3亿倍。说白了，一旦顺差被打击，这2亿人的饭碗就悬了。更要命的是什么？中国现在的居民消费只占 GDP 的 38%， 而美国是 68%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内需来消化这些产能。用经济学家的话说，就是房间太小，墙壁太厚。有经济学家最近打了个形象的比方，说美国需要工程师来振兴制造业，而中国需要明星来刺激消费。这话虽然是调侃，但说到了问题的本质，中国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内需不足，消费能力羸弱。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消费？数据告诉我们真相，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例从1983年的 62% 断崖式下跌到现在的 44%。你说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，他们拿什么消费？更可悲的是养老金问题。2023年的数据显示，超过一半的养老金领取者每月平均只能领到223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连一顿麦当劳都吃不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指望人们敢把钱花出去？说到储蓄率，就更让人心酸了。2.98亿农民工的平均储蓄率高达 70%， 是城镇居民的2倍。这不是他们有钱，而是因为害怕生病没钱看，害怕老了没人管。现在川普要是真的开启第2轮贸易战，中国拿什么应对？上一轮打贸易战时，中国还能通过转移产业链到越南、柬埔寨来避险。但这次不一样了，川普明确表示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之前那些曲线救国的招数都不管用了。最讽刺的是，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完美风暴，
人口老龄化加剧，生育率持续走低，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适婚年龄段的性别比高达125比100，农村地区甚至达到134比100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对象，消费意愿进一步下降。有专家预测，如果中国不能在未来5年内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型，可能会陷入比日本还要严重的失落30年。但问题是，在一个连基本的市场规则都得看政府脸色的环境下，这种转型可能吗？要我说，现在的中国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，明知道子弹就在那里，却还在不断扣动扳机。或许真如那些逃离的富人所预见的那样，最坏的日子还在后面。